情啊！等一下，新娘跑去哪里了？不是我还是真的是第一次见识新娘逃婚呢。所以我们现在要干嘛？我们在逃婚，我们要找新娘。谢谢小汽车。这一次 ，Emily 飞到台湾的屏东县，准备出席一场排湾族的贵族婚礼。排湾族是台湾的第3大原住民族，他们的婚礼色彩丰富、华丽又隆重。这一次 ，Emily 出席的是以女方为主的婚礼，而其中最有特色的环节，除了荡秋千，就是逃婚。我们要找新娘。谢谢小汽车。Besar bandung macam suatu macam bilang itu, makanya itu nama lingu-lingu lah. Ai cho inarungan kanu kingaran kanu pito dai ko mabana tiki-tikingan noa. 哎，这个怎么婚礼才刚开始，场面就这么严肃紧张？这些都是新郎带来的聘礼吧？看起来挺多元丰盛的，怎么女方还是不满意？哇，刚刚他们讨论了好久，我还想说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但是其实呢，这个就是排湾族的下聘礼。那其实结婚对于排湾族来说是非常神圣的，再加上他们是贵族阶级嘛，男方跟女方的长辈都会针对男方带来的聘礼每一项很仔细的检查，保证满足他们的心意，这个下聘礼才可以结束。原来新郎新娘的家庭都是部落的头目，身份地位大有来头，这些礼品一般可不常见。据说像这样规模的婚礼，村子里也是20-30年都没办过，当然得特别的严谨。面对这么有威严的一众长辈，新人感觉好像很乖巧。我们交接聘金，里面有100万，包包，佩戴女主角的项链哦。新郎叫康元进，是一位大学专任助理；新娘叫高玉婷，是一位急诊护理师。两人其实也是青梅竹马。这个新郎官领的那个庄重的表情，很认真的表情，他所有100%的爱都会给他的新娘子，还有他的岳父岳母，这样满意吗，班姐？满意，非常满意。哇，恭喜！这个谈判仪式终于完成了，在这里也要恭喜他们，太替他们开心了。王子娶到公主了。我来到了新郎居住的村子三地村，我身后这条吊桥是不是很漂亮？它有一个很美的名字哦，叫做琉璃吊桥。我们接下来呢就要到他的家里，看看他们的聘礼准备的怎么样。请问是袁静吗？哎，你好。嗨，我是 Emily。Emily 你好。恭喜！哦，谢谢。要结婚了。我现在正在准备那个聘礼。新娘的爸爸妈妈如果都是领袖的这个身份的话，通常都会有2颗桃核要给他们。这个桃核是有用途的吗？还是它就是一个仪式象征？它是仪式象征。那这个呢？这是什么？琉璃珠的这个项链。
这个很珍贵。现在这个一条以新台币估算的话，大概是100万台币。这样一整条，这个都是古的琉璃珠的话，哇，这样子就100万台币的。我爸爸有开一个玩笑，就是以前我妈妈在戴这个的时候，没有人会看她的脸，都在看这个项链，因为这个很珍贵啊。我的天哪！这一串琉璃珠长链就要价新币大约4万1，它可是新郎家代代相传的珍贵饰品，戴上它仿佛就可以得到祖先的庇佑。但象征权威和尊贵的，还有陶壶上的百步蛇雕刻和古贝壳。我这个平民可是大开眼界了。这个全部的这个东西并不是我个人准备，是我们整个家族准备。所以排湾族的结婚是家族跟家族之间的联姻。所以一个人是没办法完成这个结婚这个事情。那我看到还有一车 ，OK 好，一车的这个聘礼 ，OK 好，这个还不是我们全部的这个聘礼哦，这个是还不是全部，还有更多。我们嘿 ，Emily， 台湾族婚礼不只是聘礼多，如何抬聘礼这也是很讲究的。我们就是要抬起来，然后就是主持人你这样抬起来，对，然后你挂在肩膀上，对，这样子就是抬聘礼，就要抬着过去新娘家，对，他要抬到新娘家，然后我们就在那边放下这个聘礼。你会负责抬吗？刚好结婚那天新郎不用抬。所以下聘礼的阵容会非常慎重，非常对，庞大。我经过计算之后呢，我们大概需要60几个人来抬，因为有30几样东西。刚好新的聘礼来了，新的聘礼来了，新的聘礼，是新的聘礼来了。对，补足，继续补足。甘蔗啦，槟榔啦。好，这里还有一个，这里那个，这个是吗？啊，这不是哈。哦，那么急要嫁出去吗？叔叔们就是非常的落力，整个村子都来帮忙。对，要整个部落来帮忙。你可以吗？可以。哦，那可以嫁了。我已经尽力了，其他的我搬不起了。没有想到一场婚礼需要那么多的聘礼。小米糕是排湾族的传统美食，经常会出现在各种节庆和祭典，也是男方必须送给女方的聘礼之一。就不知道是什么味道啊？它颜色看起来，从外表看起来有点像蛋饼试试看。它吃起来是麻糬的口感有一点咸甜的感觉。这种长条形大尺码的小米糕叫父母小米糕，是用来送给女方的兄弟姐妹和岳父岳母的。现在大家的生活条件都变好了，为了凸显诚意，父母小米糕越做越大，有时还需要2个人合力才能够完成。巴才英是袁静家的亲戚，他做小米糕的经验丰富，家族里只要有人结婚，都会找他帮忙。小米糕的主要食材就是小米，不过要把小米揉成口感刚好的面团，那可是体力活儿。Emily， 你确定已经出力了吗？这样子可以吗？你可以帮我检查一下吗 ？Oh no！ 你摸我做的，你看完全不一样。夫妇的摸起来是很实在的，那我的这个呢，就可能有点软软的这样子。他说我还不够用力，让我再多揉几次。然后这个会流汗，你也要出力呢。好，我努力哦。对，要用力，要流汗才可以。Emily， 你看阿姨的气势，最后把面团铺成条状，加入肉馅，再用香蕉叶包起来，小米糕就可以下锅蒸煮了。那么漂亮！哇，你这样嘛。布布很讲究，这个呢就是我包的小米糕，其实它包起来有一点像是包粽子的感觉，五花大绑的小米糕。
那结婚嘛，新郎总是非常忙碌的，所以呢，我就自告奋勇，要帮新郎完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做花环。我今天需要做的呢，就是帮忙他们准备新郎跟新娘2个人的花环哦。我们从采花做起。阿姨，嗨，哇，你的花环好漂亮！陈华美是村里公认心灵手巧的花环师傅。这门快失传的手艺，他也是跟老人家学回来的。我们今天现在就是要先准备花环的材料，对不对？对。需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我们要准备这一颗，我们叫它拉萨拉斯。哦，拉萨拉就是黄水茄。对，我们做的时候有一个绿色的，还有一个黄色的。哦，这样配色起来就好看。对。哎，这个黄水茄看着和小番茄长得有点像，不过它可不是拿来吃的。排湾族主要是用它来制作花环。绿叶方面，阿姨选择了羊齿，有绿叶的陪衬，这样的花环才更加完美。哇，你采了好多。不多不多，回去准备开工吧。拉萨拉斯带回来的时候，第一个步骤就把这个头剪开 ，OK， 然后我们就排一样大的就排在一起，4粒是头目，3粒是平民。那这样子，明天要结婚的人是头目，那我们用4粒。看来排湾族真的是非常讲究阶级和身份。花环除了是来衬托她的装扮，也是彰显新娘的地位。这场婚礼要是没有强大的亲朋戚友来帮忙，恐怕要累坏了。这样完成了。哇，这就是新娘的花环，觉得特别的荣幸，就是可以帮新娘完成她明天要戴的花环。希望她幸福快乐。大会报告，出萨达马卡达，昨天跟新郎忙了一整天，今天呢，我就要到新娘家去看看他们婚礼前夕都在忙什么。哇，一定是这一家了！你看，你好，你好，请问是玉婷吗？你好，嗨，恭喜！这是我的爸爸啊，高先生你好，高高先生你好，这是我妈妈王哎，对，你好，你好。新娘妈妈叫王云，爸爸叫高月邦杰，2个人看起来都好年轻哦。好，大一个。这是什么？我们在整理秋千。这个秋千是我们排湾族的一个传统的秋千。哦，看起来非常大工程哎。没错。上个礼拜我们南方他带他的好朋友们还有青年们一起去山上采木材，特地带来，然后帮我立一个秋千。但是因为上个礼拜就搭好，所以这些叶子都会枯掉，所以现在在换一个新鲜的，看起来是婚礼的时候才比较好看嘛，对不对？对，因为是明天。绑在这个秋千上的叶子是什么叶子？这个叶子是槟榔叶。槟榔叶，它象征的意思是就是多子多孙，然后会比较有福气这样子。哦，而且上面还有刻这个图案呢。它是有百步蛇，还有一些我们的就是图腾。它每一个图腾都有它的意义所在。哎，那在那个秋千顶上，我看到有悬挂着很多就是不一样的形状的树枝，那是树枝吗？那个是木头。它那个就是一个战利品的意思啦。你看有山刀，有猎枪，有这个弓箭的那个箭，就是过去勇士传承下来的。他们的成就就把它挂在这个上面，就是展示给我们部落的人看，包括妇女，我们等一下还会挂一些妇女的衣服上去，为了公主大家都很快乐，都是无怨无悔的在这里帮公主整理秋千，所以这是大家给公主的祝福。祝福对。那这个公主的秋千应该要怎么荡？我们是用站着的。
我们不是坐着的秋千，那平衡感不是要很好？核心要很好。排湾族的秋千好特别，而且这个秋千啊，只有女生可以荡，男生负责拉绳。荡秋千可是有技巧的哦。那个手一定要，那在这边这样再上来，对啊，这个头一定要这样啊，身体一定要正。好，要不要先下来休息一下？可以。核心运动。女子荡秋千是为了展现贵族的尊贵和风范，新娘荡得越高越好，婚姻才会美满。排湾族的族人甚至相信，神明和祖先会通过秋千这个通往人间的阶梯下凡来祝福新人。都红了，真的看起来很不容易，感觉怎么样？我跟你说，就是已经冒汗了，因为有点可怕，因为在上面嘛。你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我也可以吗？可以。好，有没有什么高血压什么的？没有。好，有没有？可不可以教我？这样。没有关系。对，还好。你的脚就是。你的手再到你的额头那边，再上去。这里，贴。这个脚要直，脚要直。哎，轻轻的就好了。哇！抓好。轻轻的。哎，好玩呢！哎，好玩哦！荡越高代表祝福越高。哎，谢谢。哦，你的感受是开心，但是我觉得还蛮好玩的，只是会真的有点累，而且我体验到你说的那个脚这个地方，对不对？就是会卡到这里。而且我当天的族服可能会再多10公斤，我知道，上面又有，下面又有。没事，你可以的，我对你有信心。累了要讲一下。我觉得很好玩哎，可是它真的是一个体力活。你想象一个女生，然后你必须支撑着你的身体，然后在荡这个秋千的时候，还要顾及它的弧度，然后要荡得有多高，然后要怎么转身，我觉得这其实都不容易。可能有一些其他的仪式，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会有一点繁琐，但是这个荡秋千，我觉得是所有的女生都会喜欢的。我们现在呢，就是在新娘家穿花环。幸好我昨天有学了一点，所以今天感觉还蛮容易上手的。坐在我身边的，其实就是有玉婷的姨婆跟妈妈。如果不说，大家应该猜不到，新娘的姨婆今年已经86岁了，看起来依然精神爽朗。明天女儿要出嫁了嘛？那你们心情怎么样？那当然非常高兴啊！我已经80几岁了，说你要结婚，那当然是高兴了。所以我就很努力的来协助。那妈妈呢？女儿出嫁，妈妈的心情一定是很不舍，对不对？当然了，我讲了都想哭了。可是还好碰到的是我们喜欢，刚好也是合适的对象。那刚好在我们的家族上也是一个大家认同的身份。做一个长者跟父母亲最替他开心，也替他觉得感到蛮欣慰的。那你们对他们婚后的生活有没有什么期待？个性方面，或是在相处方面，大家都要互相磨合嘛，在他们自己对自己彼此相爱的基础下去经营他们的美好的婚姻，这样就可以了。你的整个呈现的幸福的氛围。他会带领到他下一个家庭，这是我希望的。对，我把明天要讲的感言都讲完了呢。今天练习一遍嘛，对，先练习一遍。真的。有了上次制作花环的经验，没想到这次 Emily 竟然有模有样，在长辈的帮助下完成花环，孺子可教也。哎，完成。对，试戴一下。对，这样。对。对，就关得到。好看吗？好。漂亮，我现在跟木木一样漂亮的。据我所知，你们2个人从小就认识嘛，所以你们是青梅竹马嘛？
算是青梅竹马。其实我们是有亲戚关系，常常也看到彼此，也没有任何感觉。我们后来2个会谈恋爱，是因为我们见识的也差不多了，也都出社会工作啊，历练也够多了。自袁静和玉婷有记忆以来，他们就被双方家庭配对在一起。但当时2人都不肯接受这样的安排，各自拍拖过几次，直到后来玉婷失恋，原本就非常熟悉对方的彼此，才有了拍拖的契机。我们排湾族很重视门当户对，就是在我们有阶级制度嘛，所以我们都会希望就是彼此的对象。为什么自己家的族人会找自己家的族人？摩擦比较小，比较不会有那么大的碰撞，观念落差不会那么的大。我们彼此之间熟识，谈事情也好谈。如果说我们找别人，即便也是我们讲的头目或者是传统领袖的话，我们不确定别人能不能够配合到我们。坦白说，一开始的时候我有点担心，他们2个人是不是因为联姻所以才在一起？但后来我发现不是，最难得的事情是他们这对王子跟公主是真心相爱的，所以对我来说可能会有一种童话故事是会在现实里面实现这样子的一种幸福感。明天就是婚礼正日了，我也要为自己准备一套排湾族传统服装，沉浸式的感受一下这个传统婚礼，当一天妥妥的排湾姑娘。老板娘，你好。老板娘你好。你好。你好，我是子颖。老板娘王艺柔非常热爱原住民文化，她还研究和推广原住民服装的知识与文化呢。第一眼看到喜欢哪一些服饰？第一眼看到啊，对，我喜欢这件这个是我们排湾族的那个贴布袖。贴布袖。对，因为我们排湾族有几种做衣服的技法，像您后面这个的是那个珠袖。哦，珠袖，这也好漂亮哦。这个是我们那个排湾族的盛装，像这种服饰只有贵族才能穿。哦，那我不是贵族，我只是平民。是的，你是平民。而且我看到这里还很特别，就是它身上都是挂着这个银币，上面的配件呢，其实都是家里人为小孩子准备的，希望小朋友出去参加婚礼的时候能够越漂亮越好，然后展示家里的财力啊，或者是拥有什么东西啊，所以服饰才会这么的华丽。所以从他的服饰上面，你就可以看出他在那个排湾族社会的阶级地位。那像我这样子的平民，如果要参加婚礼的话，应该要穿什么样的服饰好？像这种啊，就平民的话就只能穿十字袖。像这个十字袖，你看它就没有明显的图文，就没有什么百步蛇啊、太阳啊、人形纹。对，这个就是排湾族，你看他们的服饰，就完全可以知道他们的家境跟身份地位。对。原来参加排湾族婚礼穿的服装也是很讲究的。Emily 这下可头痛了，每一件都看起来这么漂亮，到底选哪套呢？所以我穿起来的话，可能你会感觉我是哪一家来的？就平民。好的，知道了，我就是平民。你看，一到试衣环节，这女人啊，她可就停不下来了。Emily，我们穿排湾族的服饰啊，有几个配件是一定要带的。哦，这是什么？这个是颈链，还有这叫长链。然后接下来是非常重要一个东西，因为你明天会遇到非常多的人，你戴上这个东西，人家才知道你未婚。这个叫做少女手环。那肯定是要戴的啊。未婚的少女，我是。哟，真是妥妥的一个排湾姑娘。明天你就顺道找一个排湾勇士当男朋友吧。早安，
现在呢是早上6点钟，台湾已经入冬了，再加上这里又被群山环绕，所以有一种哇，人逢喜事精神爽的感觉。而且你有没有发现有什么不一样？我换了红色的一件礼服，女生都是善变的嘛。那现在呢，我们就要去看一看新娘玉婷准备的怎么样了。漂亮的新娘子，早安！早安！哇，已经画得很漂亮了，已经穿戴好了吗？昨天要准备慢慢穿戴。台湾族的新娘礼服叠叠层层，配件又多，需要有人帮忙穿戴。从头开始，有颈链、长链、护脚足套、手环，头上还会佩戴头冠和额花。新娘这一身珠绣礼服还绣有代表贵族的太阳和人头纹。Emily 这下搞清楚贵族和平民的差别了吧？现在就是完成最后这个桂冠的部分了。你现在其实穿上了嫁衣嘛，那有什么感触吗？这整身的是我平常有一些亲戚朋友结婚，我都会穿成这样。但是今天会是我人生最隆重的最后一次，之后结完婚这些不能戴，还是有点舍不得，会觉得这个会是最后一次这么隆重。对，还是会有一点点的觉得，哇，真的要结婚了。还是很感谢，就是我的父母，在这现代的社会，就是充斥着现代的文化跟传统的文化有一点冲突，但是我爸妈在现代的教育里面跟传统的文化教育，他们都很努力做得很好，对，所以我很感谢他们就是这样子把我培养长大，才有这些看到的这些。是，我真的觉得你是一个非常棒的女生。谢谢，恭喜你，今天顺顺利利，加油！好，谢谢。新娘梳妆完毕，新郎的迎亲大队也准备好了。满满的聘礼先用车载到新娘家附近，最后再由各位勇士挑到新娘家。好，准备出发了！走！哇，迎亲队伍声势浩大呀！这样的排场也吸引了不少村民来看热闹。那现在呢？新郎的聘礼已经送到了，哇！他们一行人真的是浩浩荡荡，原本宁静的村子一下子就热闹起来。我发现哦，新郎跟昨天和前天完全不一样，他穿起这个族服跟礼服就非常的有气势啊 ！Emily， 你别害怕。这一声鸣枪其实是在宣告新郎来了，欢迎庞大的娶亲团进屋。真的是非常多人，浩浩荡荡，已经开始门口呢挤得水泄不通了。从刚刚送聘礼到现在，已经过了快10分钟了，可是这些聘礼还是源源不绝，可想而知有多少的人，有多少的聘礼，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丰盛的表现。为什么勇士舞这么重要呢？因为勇士舞在吟诵的那个歌词，在叙述的那个勇士的勇者的荣耀，还有他的牺牲奉献，是对这个婚礼最大的祝福。好，第二个第3项，我们来做手势案。下聘仪式在女方家门口进行，聘礼摆放在中间，双方亲友各坐一方，感觉有点像在谈判。女方会仔细地解释聘礼，双方还要经过一轮冗长的讨论，直到达到共识。哎呦，结个婚嘛，真不容易啊！这个东西都谈好了，那我看今天大家应该也都没有什么意见呐，看会不会就好了？我们感谢大家，好不好？今天
圆满成功，这样好不好？在现代社会，门当户对的排湾族贵族婚姻真的是越来越少见了。现在来到了我最期待的环节之一，就是荡秋千了。那玉婷有说呢，秋千对于排湾族的婚礼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只有女生可以荡。荡秋千这个特权，只有在头目和贵族的婚礼才会出现，而且必须由头目的女儿和妻子开始荡。哇，大家现在玩得不亦乐乎，每一个女性长辈呢已经开始先上去荡了。这个呢，荡秋千应该是排湾族婚礼最有特色的仪式之一了。新娘的妈妈，加油加油，要勾一下。抱下来，抱下来，抱！哎，我们都是单点在抱，有没有？接下来，现场的单身女性也可以荡。当秋千停下，喜欢这个女生的男生就得赶快跑过去把她抱下来。哎呦，这个分明就是给不敢告白的男生制造机会嘛！慢慢的走到这个秋千底下，对，好，双脚。终于轮到新娘上场了，玉婷荡得多好看呀！还不断的美丽转身，新郎都舍不得把视线从她身上移开了。最后，当然是英雄抱得美人归了。哎，这个婚礼好好的进行到一半，为什么新娘要跑啊？什么事？等一下，他们说新娘逃走了。什么事情啊？老板，等一下，新娘跑去哪里了？哦，我知道了，这就叫逃婚。以前的人不能自由恋爱，女生不舍得离开家人，便衍生出逃婚的仪式。婚还是要结的，你看，新娘还不是留了线索给新郎找她吗？我们要找新娘，小心！小心车！小心！你们去哪里？采访一下。天，所以刚刚新娘是逃走了，是不是？对，新娘逃走了，我们要去找她。对，找不到我们就回家。哇，你看这新娘赤着脚也能跑这么远，到底是要逃到哪里去啊？不是，你看这个不要背着，有线索了，有线索。现场是一片混乱，大家都很着急的在找新娘在哪里。哎，是这里吗？哦，原来伴娘们已经是守在门口，不让新郎进去。快点冲，把这些人几个人抱出来！底线有底线。新娘在红包里。没有新娘。哇，终于找到了，松了一口气。
看看他身上有哪一个东西少。新娘是找到了，但是如果凑不齐丢在路上的饰品，女方也是不会放人的。新郎应该要找到新娘所有的首饰，才可以把她带回家。但是现在好像就是有插了一些首饰，好严谨哦。耳环和鞋子，我们现在要找到耳环和鞋子，要重新出来走。哦，找到了鞋子，鞋子有了。太难找。有没有什么线索可以提供我们？我怎么知道？哎呦，重点是那个新娘要丢的时候，旁边的那些伴娘或妇女应该彼此之间要有了解的。新郎找不到的话，就娶不到新娘回去。也不是这样，有折法的方式。有什么折法的方式？看用什么东西来交换。对对。好。哎，这是谁传来的信息啊？看得新郎笑眯眯的。哎，都有了。哎，耍我们呐！都有了。哦，好了。哇，我都替新郎捏了把冷汗啊！这下新娘终于坐上新郎送的轿子，浩浩荡荡的要准备回家喽。新人在原住民高亢的歌声中入场，双方家长一字排开，在台上接受大家的祝福，宴会也正式开始。哇，喜宴已经开始了！你看，今天就是高朋满座。我们现在呢就在新娘村子里的篮球场。那其实呢，这里有130围桌，那就是1000多个人哎。所以现在呢，我要跟这些宾客们聊聊天啦。有什么感觉？就是看到排湾族的婚礼，就是觉得很隆重，很多仪式这样子，对，就是感觉他们很重视这件事情。我是觉得还蛮有那种文化传承的感觉。替他们两个高兴，也替他们2个家族的人高兴。对，这是一场门当户对，然后合家欢喜的婚礼。我们在一场婚礼里面，我们看见的是一个文化的学习。因为我们可以在里面看到，就是我们排湾族对我们文化的重视，特别是我们原住民比较讲究在贵族身份，那所以他们今天的结合算是有一点像是回归到正源。哇，这风格啊，说换就换，年轻人果然是有自己的想法。完成了严谨的仪式，是时候抛开传统的枷锁，嗨起来吧！你看，别以为只是你们年轻人会跳，妈妈们也不逊色。他会说大哥笑得很灿烂。好，其实婚礼呢就快要来到尾声了，大家都已经吃饱喝足，然后移开所有的桌子和椅子，围在中间跳围舞。那
台湾族的婚礼呢，也会以围舞来作为圆满结束的一个仪式。我现在想要去学一学他们的围舞是怎么跳的，一起。这位姐姐，可以麻烦你教教我们家 Emily 怎么跳围舞吗？左脚，右脚，左脚，右脚，左后，右后，左脚，右脚，左后。你要看哦，未婚的一群，已婚的一群。哦，这是有很严格的分别的哦。原来如此，还好我先问你们。对，那他现在去我女儿那边吗？可以啊，可以吗？可以吗？你刚才会跳了？对，我现在一直来。左脚，右脚，左后，右后，左脚，右脚，左后，右后，可以。我好像慢慢抓到了，是这个节奏吗？我感觉自己好像是一个平民，突然闯入到公主的群组里面。我从来没有看过有这么多人一起在一起跳一个围舞。就是现场那样子看，还蛮感动的。刚刚其实，在他们里面手牵手，虽然我们都不认识彼此，但是跟这么多人步伐一致的完成这场围舞，我觉得其实心里面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因为来到这么远的地方，却可以跟大家感觉在一起，然后一起给予新郎跟新娘祝福，真的是一件非常完美、非常圆满的一场婚礼。婚礼终于圆满结束了，两位心情感觉怎么样？终于结束了，好累，有点累，习俗比较多，当然很享受其中。今天真的是还好有各位家人啊，我们才能顺利。其实今天真的很顺利，看到很多家人的时候，还是会觉得心里面很感动。我看到你们两个人在进行这么完整又传统的婚礼，其实心里面也是很感动。所以明天两个人就一起住了吗？没有，因为男方的婚礼还没有办完，男方的婚礼要在12月的时候才会办。那通常呢，我们结完婚后的1个礼拜，男女才会住在一起。那因为你们两个人都是头目的长子和长女嘛，对不对？那你们未来的孩子其实是会继承谁的姓呢？这个可能就是我们之后再要讨论。这个要尊重彼此的家族，对。家中长子长女继承家名是排湾族的传统，刚好袁静和玉婷都是老大，所以才会不确定未来孩子跟谁姓。不过不管怎样，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之道。我觉得可以用4个形容词来形容这场排湾族婚礼：雍容华贵、载歌载舞、文化传承，还有众望所归。其实我发现排湾贵族他们对于家的概念其实是跟自己的命运捆绑在一起的。像玉婷跟袁静，他们很清楚的知道这段联姻其实是让整个部落的凝聚力更强的一个结合。那我觉得最难得的，其实这是他们相爱的结果。对于这件事情，我真的觉得非常开心。像他们一样有能力去守护自己的文化，是一件非常幸福也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我想要对康元敬，也是我现在的先生，说，其实我还是觉得很不真实，就像很多人说的美梦成真。我是希望之后呢，我们都能够互相成为彼此，就是说在生活啊，或者是在文化的生活上呢，彼此的力量，那给予彼此的这样子的协助。希望我们两个就是要多珍惜这段缘分，然后能够多为彼此着想。希望我们可以就是继续维持我们的热恋。